2050年，太阳害闪临近，地球危在旦夕，人类文明命运悬于一线。我重生归来，率领科技突破，启动星际时代，探索宇宙奥秘，抵御三体等外星文明入侵。在三道口大学的核物理实验室中，一声巨大的砰响破空而出，引起了实验室内研究员们的一阵紧张。这声响来自于实验室最深处的一个办公室，让原本忙碌的研究员们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投以疑惑的目光。他们中的一位轻声向同事询问方院士的情况，但得到的只是更多的困惑。正当所有人都在猜测发生了什么时，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面色涨红的方旭步出。方旭的愤怒之言迅速在宁静的实验室中传开，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他提到了 ATR 对夏国科学家的严重指控，这在核物理学界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实验室内的研究员们对此感到极其不安，他们知道这种指控的严重性以及他对个人和国家声誉的影响。在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方旭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夏国将主动退出 ATR 计划。这个消息让实验室内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意外和失落，意识到前方的道路将更加艰难。方旭随后宣布全力制备一种新型材料，要求所有人全力以赴。与此同时，三道口大学外的世界也在继续运转。一辆黑色奥迪 A6 穿过大学的大门，直奔核物理实验室而去。车内的人物似乎与即将展开的科研工作紧密相关。吕永昌急切地在办公室门口敲响了门。堵堵堵！门没锁，进来吧。关化良教授说道。吕永昌进门后，关化良教授微微一怔，然后立刻放下手中的笔，站起身来迎接他。怎么了，永昌？有什么事吗？他问道。吕永昌神色焦急地说道。关教授，你看到那则新闻了吗？关化良教授脸上露出一丝暗淡的表情。你是说ETR那件事？吕永昌点了点头。关化良教授深吸了口气，示意吕永昌坐下。永昌，坐吧。两人坐定后，他继续说道：我相信我们夏国的科学家不会做出那种事情，这次事件肯定有不为人知的隐情存在。吕永昌心中微动，他深知关化良的推测是正确的，但他不能将真相公之于众。他紧紧握紧拳头，默默思索着接下来该怎么办。沉默片刻后，吕永昌改变了话题。教授，昨天的审核结果如何？关化良教授笑了笑。昨天你走后，江院长和田院长提议召开了全院会议。吕永昌并不惊讶，他认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关化良教授对吕永昌的镇定感到有些惊讶，他认为吕永昌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吕永昌淡定地点了点头，当然不惊讶，田院长毕竟不是主攻可控核聚变的学者，他拿不准也是正常的。关化良教授有些古怪地看着吕永昌，心中感到一丝惊讶。他觉得一个年轻人对几位教授的主攻方向如此谈论，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但他也意识到吕永昌有资格参与这样的讨论。吕永昌瞳孔突然收缩，当关化良教授透露全院会议通过了他的方案，并上报给了夏国议会时，他感到了惊讶和紧张。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上次会议之后，田院长和方院士一致决定将吕永昌的可控核聚变方案提交给夏国议会审议，决定是否根据这个方案进行进一步的实验。方院士，一个在可控核聚变领域内有着深远影响力的科学家，他的名字让吕永昌心中一动，毕竟在他的前世，正是方院士的坚持和努力铺平了夏国在这一领域的道路。在三道口大学的核物理实验室内，关化良教授和吕永昌深入交谈。关教授不仅介绍了方院士的重要贡献，还透露了一条重要信息：方院士就是实验室的负责人。这个消息让吕永昌既惊讶又兴奋，他的鲁莽决定竟然真的让他与夏国的顶尖科学家建立了联系。然而就在这时，一通急促的电话铃声划破了平静。关化良教授接听后，表情逐渐变得严肃。电话的另一端传来的消息令人震惊，科技部长洪启明亲自来访。在短暂的沉默后，关化良告诉吕永昌，他们必须立即前往会见部长。办公室内，洪启明、方院士以及吕永昌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对话。洪启明明确表示，夏国不会因为一些小利益而做出短视的决定，即便退出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 ATR 项目，夏国仍然有信心独立研发出可控核聚变技术。洪部长的言论让方院士眼前一亮，如果吕永昌的方案真的可行，那么夏国将在技术上获得巨大的领先优势。随着洪部长的进一步询问，吕永昌展现出了他的勇气和智慧。面对高层的考验，他毫不畏惧，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信念。洪启明对吕永昌的态度感到满意。李毅园长特地发话交给我一个任务，不知道你敢不敢接这个任务？一旁的方旭和关化良用充满担忧和期待的眼神注视着他。面对洪启明，吕永昌沉默了片刻，终于轻声应答，接受了挑战。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普通的大学生。洪启明宣布，声音铿锵有力。你将成为夏国可控核聚变项目的总工程师。这话一出，整个实验室陷入了震惊的寂静。方旭和关化良等人难以置信地望向吕永昌，内心充满了疑惑和震撼。吕永昌心跳加速，情绪复杂。他深知这意味着什么，也意识到夏国政府的决心之大。他们竟然决定让一个年轻的本科生承担如此重大的科研任务。在洪启明严肃的目光下，吕永昌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并且信心满满的承诺，1年内让夏国在可控核聚变领域取得突破。这番话引发了一阵轩然大波，方旭和关化良惊呼出声，关化良甚至责备吕永昌过于轻率。但洪启明似乎对吕永昌抱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他没有责怪吕永昌，反而带着期待的目光询问他是否真的有把握。吕永昌从口袋中掏出一个 U 盘，这是他一夜之间的成果，包含了核聚变堆反应炉的详细图纸。这份图纸不仅是他智慧的结晶，也是他对未来的承诺。当方旭将 U 盘内容投影出来，整个实验室沉默了。所有人，包括洪启明和方旭，都被图纸上复杂而精密的设计震撼了。这一刻，吕永昌不再是那个被人怀疑的年轻人，而是一个拥有着改变夏国命运潜力的青年。他的承诺，他的设计，让所有人开始重新评估这位年轻人的能力。方旭甚至开始怀疑，将这项重大任务交给吕永昌，或许是最正确的决定。在吕永昌简单的回答中，方旭表情有些扭曲。这么复杂的玩意儿，你就只花了1年多？那他们这些研究员将近10年的时间，算是花在狗身上了吗？面对这样的询问，吕永昌只是轻轻的撇了撇嘴，内心却是一片波澜。他知道，如果方旭了解到这份图纸仅仅是他一夜之间的成果，恐怕会震惊于他的能力。他轻描淡写的回应：“这不过是个反应炉的设计图纸，离我们理想中的可控核聚变堆还有很大的距离。”方旭的脸上露出了复杂的表情。在他漫长的生涯中，吕永昌无疑是他遇到的最特别的一个。不过，当他更仔细的审视图纸时，突然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他紧张地说：“这个反应炉不是我们熟知的托克马克装置。”吕永昌闻言，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意，这笑意中带着几分自信与智慧的光芒。没错，这是一种全新的设计——仿星器。如果我的计算准确，它将大大超越当前 ATR 项目的聚变反应时长。方旭听后，虽然心中难以接受这个颠覆性的观点，但他的科学直觉告诉他，吕永昌说的可能是真的。吕永昌淡淡的继续解释道：“托克马克装置虽然是目前最先进的技术，但它的设计存在诸多限制和缺陷，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方案来突破当前的瓶颈。”此时，洪启明并不太懂得核聚变技术，也被这激动人心的讨论所吸引。他好奇地问道：“那么，仿星器和托克马克装置有何不同？”吕永昌耐心地解释：“简单来说，托克马克装置依靠复杂的电流产生磁场来约束等离子体，而仿星器则可以直接利用外部线圈产生所需的磁场。这样不仅避免了托克马克装置中的许多问题，还能更高效地实现核聚变。”洪启明似乎只理解了一部分，但他能感觉到这是一次重大的科技突破。方旭此时已经完全被吕永昌的理论所折服，他问道：“我们如何验证你的这一理论呢？”吕永昌简单地说：“我们只需构造一个基础的仿星器模型，使用我推荐的材料，便可进行实验验证。”方旭记起实验室中有一台旧的仿星器设备，这或许是验证吕永昌理论的完美机会。方旭没好气地斜了一眼吕永昌，开口解释道：“要形成足够强大的磁场，线圈的材质最好采用超导线圈，更是加大了难度。毕竟现在常温超导技术还没有突破。”吕永昌悠悠的声音从一旁传来：“如果我能够解决常温超导材料呢？”方旭听到这个消息时，震惊到几乎无法置信，在他瞪大的双眼中显露出混合着惊讶和怀疑的复杂情绪。洪启明虽然一直关注着超导技术的发展，但对于吕永昌的声明，他还是显得有些困惑。在他们的讨论中，方旭提到了胡昌平院士的研究成果。这位院士曾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常温超导的突破性论文，但那种超导现象的实现条件是极其苛刻的，几乎不可能在实际应用中使用。吕永昌却轻轻摇头，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坚定，仿佛在这个问题上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提出要在常温常压的条件下实现超导，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他似乎有着解决方案。随着对话的深入，吕永昌提出了一个要求，他需要一个标准的碳纳米材料实验室和几名助手。方旭和洪启明对视一眼，他们从吕永昌的话中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信心。方旭尽管心中仍旧充满疑虑，最终决定亲自观察吕永昌的实验过程，看看这个年轻人是否真的有能力实现他所承诺的突破。在三道口大学的碳纳米材料实验室内，方旭显得有些别扭。身为一位院士，他第一次充当了一名大二本科生的向导，这让他感到十分不自在。吕永昌对实验室设备的初步评价让方旭感到意外，显然这名年轻的科学家对于实验室的标准有着更高的期待。吕永昌的声音在实验室中响起，他对着一台扫描电子显微镜发出了赞叹：“这台设备应该是最新型号了吧？”方旭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吸引，他抬起头看向这个自信满满的年轻人。吕永昌接着指向一台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这也是新的吧？”他接连评论了几台设备，每一次都精确无误，让方旭感到诧异不已。你怎么认识这些仪器的？方旭好奇地问。吕永昌只是淡淡一笑，回应道：“我看过很多论文，自然就了解这些了。”虽然方旭有些难以置信，但这解释听起来似乎还算合理。随后，方旭询问吕永昌是否真的能够操作这些高端仪器。年轻人的回答既直接又坦诚，他尚未有过实际操作的机会。
方旭内心既焦急又好奇，但吕永昌接着展示了他对仪器操作流程的熟悉，令方旭惊讶不已。吕永昌的手法流畅异常，就如同一个在实验室中沉浸多年的老手，不仅避免了任何错误，还捕捉到了方旭所忽略的关键点。吕永昌的态度似乎早有预料，带着一丝玩味的笑容，他轻描淡写地揭示了自己对实验器材的陌生，仿佛这些最新的实验工具对他来说不过是上辈子玩剩下的玩具。这让方旭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他用尽力气压抑住内心的震惊，带着好奇心问吕永昌为何选择碳纳米材料进行超导实验。吕永昌的解释简单而深刻，当2层石墨烯以一定角度堆叠时，便会显现出超导性。这个答案令方旭震惊不已，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而吕永昌的自信仿佛一盏明灯，照亮了方旭的疑惑，鼓励他亲自尝试。几小时后，实验结果证实了吕永昌的理论。方旭对于这位年轻科学家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尽管他对吕永昌从未见过实际场景却能凭空推算出如此结果的能力表示怀疑。然而，吕永昌的自信让方旭陷入沉思，也许这就是天赋的力量。3天后，两人紧盯着电子显微镜的屏幕，其中展示的圆柱体物质正是他们寻求的证据。尽管方旭对此抱有怀疑，但在这3天里，他几乎没有参与任何实质性的操作，所有重要的实验步骤都是吕永昌独自完成的。这种体验对于一直领导团队的方旭来说，既新奇又挑战性。最终，吕永昌的细心操作和连续的观察证实了他们的成功。尽管他遗憾地表示，按目前的进度，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才能见到最终成果，但对于方旭而言，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速度了。在科学的世界里，新材料的研发往往需要数年的时间，而现在仅仅几天，他们就成功地展现了一个常温超导的实验样本。这不仅是对材料科学的一大贡献，也是对方旭个人科学观念的一次深刻洗礼。在黎明的光芒渐渐染亮天际时，方旭就已经拖着沉重的步伐，眼底积攒着一夜未眠的痕迹，推开了实验室的门。实验室内，一群身着白大褂的研究员正如同蜜蜂般忙碌，他们或站或坐，专注于各自的任务。方旭的目光中隐约透出一丝困惑与不解，他在寻找的人吕永昌似乎并不在他们之中。紧接着，方旭迅速抓住一位路过的研究员，急切地询问：吕永昌在哪里？对方的眼神中掠过一丝惊讶，随即伸出手指向实验室的深处，言简意赅地回答：吕教授很早就来了，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工作了。在这些年轻的研究员口中，吕永昌已经不再是他们口中的那位普通同事，而是尊敬的吕教授。方旭并没有纠正这一称呼，因为在目睹吕永昌那精湛的科研技巧之后，即便是他自己也不由得刮目相看。抛开杂念，方旭快速移动，目光落在墙上的挂钟6:45，他心中暗叹，成功绝非偶然。快步走向实验室深处的同时，方旭的心中充满了对科学的敬畏和对未知的渴望。随着方旭步伐的接近，吕永昌也感觉到了他的到来，从实验台上抬起头来，看到方旭眼下的黑眼圈，吕永昌不由得露出了关切的神色。你这是怎么了？面对关心，方旭只是轻描淡写的摆了摆手。没什么，只是昨晚难以入眠。吕永昌提议道，不如先去休息会儿，今天的实验任务不重。然而，方旭的眼中却闪过了一抹坚定和兴奋。休息？我是因为今天的实验才失眠的，怎么可能现在去休息？他急切地询问道。超导导线在哪里？快让我看看！吕永昌被方旭的热情所感染，露出了一丝笑意，让开了位于实验台上的那个装置。一个直径约30厘米的透明玻璃罩内，一段约10厘米长的黑色导线静静躺在那里。方旭紧贴玻璃罩，目不转睛地观察着那看似普通却又不凡的导线。吕永昌递给他一张纸，上面详细记录了碳纳米管超导导线的性能参数，温度范围从0°C摄氏度至0°80摄氏度，气压在2个标准大气压以内都能保持稳定。这样的性能几乎可以覆盖地球上的所有环境。方旭激动地说道。这一刻，他们都意识到，站在他们面前的可能是颠覆整个电力行业的关键。方旭目光呆滞，他低语：永昌，你意识到你的成就吗？他的声音中既有震惊也有敬畏，仿佛已经看到了这项技术将带来的深远变化。吕永昌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微笑，但他并未言语。他的心中充满了自信，因为他知道自己与方旭共同完成的这项技术意味着什么。尽管这种技术对于他们所在的国家夏国来说显得有些超前，但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挑战和灾难，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方旭的提议下，他们开始了对这段碳纳米管导线的测试。实验室里的气氛一时间变得紧张起来，所有研究员都放下了手头的工作，聚集在实验台旁，目光中充满了期待。这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测试，这是一次对未来的探索，每一个人都希望能成为见证这一刻的历史的一份子。吕永昌小心翼翼地连接导线与测试仪器，尽管对自己的发明充满了信心，但科学的世界总是充满了未知。他在心中暗自祈祷，希望一切能够顺利。当电流开始通过导线，测试仪器的屏幕上显示出一个让所有人心跳加速的数字，电阻数值0 欧米伽。成功了！实验室内爆发出一阵轻微的欢呼声，但吕永昌的表情仍旧凝重，因为他知道测试还没有结束。他们接下来进行了低气压环境下的测试。随着抽真空仪器的启动，
实验室内的气压逐渐降低。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是吕永昌也感到了一丝紧张，因为超导材料对环境的微小变化极为敏感，一旦超导效应消失，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当测试仪器的屏幕上显示出稳定的电阻数值时，吕永昌和方旭都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吕永昌终于露出了真正的笑容，他高声宣布：“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方旭激动地跑过来，热情地拍打着吕永昌的肩膀，他们的眼中都闪烁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随后，方旭提出了下一步的计划，开始仿星器的改造工作。半个月后，吕永昌坐在单独的办公室，手中握着钢笔，眉头微皱。吕永昌在 A4 纸上快速演算着复杂的数学公式，他的眼前是关乎这个项目成功与否的重要一环。这个项目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得知常温超导材料技术的突破后，红部立即下达了制造命令，显示出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这种前沿技术的保密性至关重要，因此夏盛集团成为了唯一承担这一任务的企业。在短短半个月内，他们制造出了价值上亿的常温超导导线，并运送到了三道口大学核物理实验室。实验室里，一个款式老旧的仿星器装置已经准备就绪。在过去的几天里，它的外层螺旋导线被拆除，内腔被替换为吕永昌推演出的新型材料。这种材料能够在上亿度的高温下抵抗和聚变反应，同时也能防止辐照损伤。方旭在测试这种新材料时，对吕永昌的才华表示深深的敬佩。对他而言，这种由一名年轻学生提出的创新材料简直是科学的奇迹。吕永昌的工作并未结束，他需要计算每一股超导导线的精确位置，以确保仿星器内部能形成一个闭合扭曲的磁笼。这个磁笼至关重要，它将约束等离子体，使其不与反应炉内腔接触，防止灾难性的后果。经过连续几天的努力，吕永昌终于完成了这项复杂的计算任务。他的计算结果显示，这些超导线圈可以产生强度高达100T 的强磁场，这在地球上是前所未有的。他知道，这一成果将为可控核聚变的实验奠定坚实的基础。仿星器的改造工作逐渐进入尾声，特制的线圈支架被安装，以固定超导线圈的位置。吕永昌和方旭都非常小心，生怕任何一个小小的错误都可能导致实验失败。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有任何人敢于放松。最终，改造工作完成。方旭询问吕永昌何时开始第一次点火实验。吕永昌毫不犹豫地表示，现在就可以开始。他知道这一刻将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为了确保实验的顺利进行，特种部队的军人被派往三道口大学，实验室的安全得到了严格的保障。在三道口大学的校园内，一场无声的变革正悄然展开，引起了不少好奇和猜测的目光。校内的道路被封，平静的生活似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打乱，让一些学生感到困惑和不安。几名男生在校园里徘徊，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他们彼此交换着疑惑的眼神，不解地议论着：“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校园的这些道路突然就被封起来了？”一名男生不满地抱怨着，显然对这种意外的干扰感到不悦。难道是有什么重要人物来访，才会有这种大动作吗？另一名男生试图找到合理的解释，但他的话音刚落，就被另一个声音打断：“不，应该不是什么大人物。我刚在论坛上看到，好像是通往核物理实验室的路被封了。”这个回答像是一颗重磅炸弹，在他们中间炸开，立刻引起了众人的关注。核物理实验室？难道他们要进行什么核试验？一个男生紧张地猜测，而这个猜测让他们的心跳加速，眼中闪烁着好奇和忐忑的光芒。讨论中，一个看似更加可靠的猜测浮现出来：三道口大学的核物理实验室长期致力于可控核聚变的研究，而近期 ATR 项目的新闻更是激发了人们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如果他们真的在进行可控核聚变实验，那么这个想法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震惊和激动。与此同时，在三道口大学核物理实验室内，一群科学家和研究员正忙碌着。吕永昌教授的声音在实验室内响起，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坚定和期待。检查仿星器的各个组件，确认一切正常后，我们就开始第一次聚变测试。在他的指挥下，实验室内的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检查着每一个细节。冷却系统正常，激光发生器正常，超导线圈状态良好。随着一项项检查的完成，实验室内充满了紧张期待的氛围。终于，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完成了。吕永昌教授下达了启动实验的命令，仿星器开始运作，强大的电流瞬间穿过装置，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在等离子态的刀穿混合物被注入反应炉中，高温下的聚变反应开始了。实验室内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显示器上，那里显示着实验的实时数据。随着激光的激发，聚变之火终于被点燃，这是人类迈向可控核聚变的一大步。成功的消息像春风一样迅速传遍了整个校园。三道口大学官网悄然上线了一则新闻，热烈祝贺三道口核物理实验室成功运行可控核聚变。与此同时，微博热搜也悄然更换，夏国第一次可控核聚变实验获得圆满成功。只是一瞬间，无数在深夜吃瓜的网友挤入评论区。夜幕降临，吕永昌和方旭在实验的成功后，决定出去庆祝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他们的心情无比激动，而整个三道口大学乃至整个夏国
都因为这次实验而充满了希望和憧憬。在广阔无垠的大西洋之远端，米国白宫的总统办公室内此刻气氛紧张。一份装帧简朴的中文报纸静静地横卧于总统的办公桌上，其上印着的红色大字在素雅的黑白背景衬托下显得尤为鲜明。喜讯！三道口大学核物理实验室可控核聚变点火成功。此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宁静的办公室内爆炸开来。砰的一声，仿佛是对这则消息的直接回应，总统办公桌猛烈地颤抖了一下，紧接着一声愤怒的吼叫划破了寂静。该死的！这声音来自于一位金黄色头发、身材偏胖的中年男子，他正是米国的总统。他的脸色涨红，眼神中闪过一丝震怒，紧握的拳头在空中重重挥舞。安东尼，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总统对着面前的男人厉声质问。安东尼，国防部长，面对总统的质询，他只是耸了耸肩，仿佛对这突如其来的新闻并不感到惊讶。总统模仿着安东尼之前的语气和表情，讥讽地重复了他的话，试图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讽刺。然而，安东尼对于自己的预测失败，并不表现出太多的懊恼，他甚至在被总统质疑时，无奈地表示自己并不懂中文，无法直接阅读报道内容。这一回答显然出乎了总统的预料，他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回应。然而，总统并没有就此罢休，他愤怒地将报纸摔在地上，向安东尼展示了那则关于三道口大学的报道。安东尼虽然点头表示了理解，但他的反应依旧冷淡，这让总统感到更加气愤。在这时，柯林斯教授，一位经验丰富的科学家，被安东尼引入了讨论。他拄着拐杖，带着对总统的尊敬，缓缓走向前。总统虽然对柯林斯教授有所记忆，但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更希望听到一些实质性的分析。柯林斯教授对夏国采用的仿星器技术进行了解释，他认为这种技术由于成本高昂和制造难度大而被淘汰，并暗示夏国所使用的设备很可能来源于帝国的一台接近报废的装置。这一分析让总统感到一丝安慰，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疑惑。即便是一台接近报废的装置，夏国也能成功实现核聚变点火，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真的掌握了某种关键技术？柯林斯教授的自信回答缓解了总统的担忧，他坚信夏国的成就不足为虑，强调米国和 ATR 计划中的托克马克装置已经能够实现更长时间的核聚变维持，这让总统感到欣慰。但柯林斯教授紧接着提出的建议，米国应该自行建设可控核聚变装置，又一次让总统陷入了深思。这是一个关乎未来能源战略的重大决策。